当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的思维还死死锁定在芯片、服务器等硬件赛道，甚至在极度的跟风情绪中不断去给高位估值提供接盘流动性的时候，华尔街真正的机构主力已经开始在暗中进行一次规模极大的逆势调仓。这个上半年被全市场冷落，甚至被人工智能叙事认为即将被淘汰的美股软件板块，正在经历资金的全面重构。这种悄无声息的资金换手，究竟是估值超跌后的短暂反弹，还是软件龙头即将迎来新一轮趋势性上涨的前夜？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陈的频道。这期内容我会把这一轮美股软件板块的高低位切换，以及机构大举建仓的逻辑底层扒得一干二净。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关键节点看清市场的共识迷雾，防范高位接盘的风险，别忘了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我们直接看主力的底牌。在正式拆解这根财富链条之前，我想在评论区留下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硬件与软件的高低切换中，你认为这一次资金回流究竟是传统软件巨头的自我救赎，还是像帕兰提尔这类原生人工智能软件公司的大获全胜？看完把你的逻辑留在评论区，我们来看看谁的预判能精准踩中下半年的市场节奏。要看懂这场悄然发生的资金大迁徙，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红绿波动，必须穿透冷冰冰的数据，去看看那些被主流媒体用噪音所掩盖的真实面貌。要理解这场资金换手的广度，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回过去大半年里整个美股软件板块所经历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度调整。在人工智能浪潮狂飙突进的2025和2026年初，绝大多数软件企业不仅没有享受到行情的红利，反而遭遇了流动性和估值的双重打压。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一场极其经典的系统性错杀。一方面是资金极致的硬件虹吸效应，资本的本性是追求确定性和短期回报，芯片与服务器等硬件巨头展现出了极其直接的财报爆发力，导致全华尔街的资金都在不计成本地涌入硬件端。这就像是市场里唯一的活水全被抽去修剪硬件基建的蓄水池，软件板块的流动性直接枯竭了。另一方面是对人工智能颠覆软件行业的极度恐慌。主流舆论天天在散播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底层大模型的快速迭代，软件开发的门槛会被降到零。散户们开始害怕，觉得各种基于大模型的小插件会瞬间摧毁传统垂直软件的护城河，让所有的应用软件面临增长瓶颈。在这种系统性恐慌之下，软件板块遭遇了泥沙俱下的大幅度估值修正，许多中小型企业的股价直接面临被斩腰甚至更深幅度的调整。但就在这种冰点的市场情绪下，聪明钱已经完成了底部的财务审计，并悄悄开启了调仓的开关。这场行业大换手立足于3个坚不可摧的底层支撑。首先是估值的彻底出清。我们用数据审计会发现，虽然很多软件公司的股价跌回了几年之前的低点，但他们真正的基本面、用户粘性以及经常性收入丝毫发无损。当潮水退去，这些龙头的估值被压制到了历史级别的安全边际，性价比极高，自然成了大机构逢低减筹的首选资产。其次，也是打破最大质疑的铁证，就是软件端的人工智能商业化已经实实在在的落地，并且在财务报表上释放出了爆发性的数据。人工智能不再是一个干瘪的口号，而是变成了软件巨头手里真正的增收工具。我们可以看2组被市场公认的风向标数据。第一组是原生软件领头羊帕兰提尔。在最新的2026年1季度财报中，帕兰提尔的美国商业收入实现了同比暴增 133% 的惊人神话。这直接证明了企业级客户对人工智能决策软件的付费意愿极其强烈。第二组则是移动广告技术龙头阿普洛夫。阿普洛夫在引入了人工智能决策和智能广告引擎后，广告变现效率成倍提升，其股价更是走出了极其强劲的持续性行情。这2家公司的财务数据用真金白银的净利润告诉华尔街，人工智能不仅可以用来卖芯片，更可以用来大幅提升软件的客单价和生产效率。最后是资金的高低位切换纪律。在2026年的今天，人工智能硬件赛道的交易已经变得极其拥挤，各大龙头的估值已经计入了极其高昂的完美预期。在这种高位震荡的盘面下，大机构的专业管理人是不可能继续在高位给散户提供流动性的。出于风控和资产包收益最大化的考量，他们必然会把在硬件端赚到的丰厚利润分批抽离，去寻找那些调整半年以上、赔率极佳、估值处于绝对低位的优质软件企业。这场从硬件向软件的资金大迁徙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在这一轮软件板块的全面重构中，有一个企业产品协作平台的超级巨人，正手握4大无法被复制的物理级壁垒，悄悄成为了华尔街主力资金大举扫货的头号标的。在这场正在发生的软件股重构浪潮中，我们如何找到那个真正被低估且具有统治级防御壁垒的标的？主力资金的雷达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它就是企业协作平台领域近乎神级一般的存在 Figm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代号 FIG。很多人对这家公司的认知还停留在它只是一个用来画网页原型或者界面设计的在线画板。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完全低估了华尔街顶级机构在它身上看到的那种恐怖的统治力。在聪明钱的眼里，它根本不是什么好用的设计工具，而是一个牢牢钉在现代企业产品研发、跨部门协作底层的平台级系统。为了能让大家看清它的底层成色，我们需要对它的4个核心护城河进行一次深度的剖析。第一个护城河是它几乎无法被逾越的底层技术与架构壁垒。很多人觉得做一个网页版的协同软件有什么难的，但任何一个技术老手都会告诉你，支持多人在同一个画布上进行像素级的无延迟的编辑，这在技术层面上是一个登天级别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硬伤，他没有去套用市面上现成的框架，而是独立研发并搭载了一套独特的无冲突复制数据算法，也就是技术界所说的 CRDT。这个术语听起来非常高深，其实用大白话解释，它就像是一本极其神奇、能自动消除矛盾的多人同步日记本。假设有20个脾气古怪的设计师拿着不同的画笔在同一张白纸上同时画图，在传统的本地软件时代，只要2个人同时动了同一个按钮，系统就会崩溃，或者直接弹出一个冲突提示，让你2选1，直接把协作效率拉回到石器时代。而它的算法能够极其优雅地在每个用户的设备本地自动去合并这些编辑指令，即便在面对拥有数万个图层、极其复杂的超大型项目时，它依然能够神奇地支持几十个人毫秒级的实时同步，并且在网页端稳定保持每秒60帧的极致流畅度。这种底层的工程硬实力直接把传统本地软件拍死在了沙滩上。第二个护城河是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内生裂变与病毒式增长逻辑。大部分传统的企业软件在拉新获客的时候，必须依靠一个庞大且极其烧钱的线下销售团队去给客户请客吃饭。这种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销售成本极高，但它的拉新完全是依靠产品本身的内生裂变。在任何一个科技公司或者互联网企业里，产品设计往往只是整个研发工作的第一步。设计师在画布上画完了草图，接下来必须让产品经理来提意见，让前端开发来看能不能实现，最后还要让运营和老板来拍板。这时候，设计师只需要在画布右上角点击分享，生成一个网页链接，然后把这个链接直接丢进工作群里。对于其他非设计岗位的人来说，他们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件，也不需要注册付费账户，直接在浏览器里点开就能实时写评论、复制素材。这个链接就像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拉客员，无形之中把企业上下游所有非设计部门的员工通通拉进了它的生态体系中。这种完全免费且获客成本几乎为零的病毒式跨圈层扩张，不仅让传统的软件销售相形见绌，更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种从下往上的自发购买意愿。第三个护城河是让所有竞争对手都感到绝望的高昂替换成本。在企业级软件的市场中，衡量一个标的是否具有长期垄断地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客户愿不愿意或者能不能轻易换掉你。而它的客户粘性堪称是铁壁铜墙。在一家成熟的中大型企业里，常年积累下来的不是几张设计稿，而是企业最核心的数字资产，比如标准化的组件库、品牌规范和直接绑定代码的设计系统。这些资产全部存放在它的云端服务器上。如果企业为了省钱想换成竞品，代价是什么？首先是数月的数据迁移期，其次是数百万美元的培训与转换成本，最可怕的是可能面临核心业务停滞和数据丢失的巨大灾难。对于追求稳健的企业决策者来说，只要这个软件还能用，哪怕它稍微涨一点价，也绝对不会去冒这个险。这就意味着客户心智被死死锁定，一旦进来就几乎无法逃离。第四个护城河是它那套模仿苹果应用商店的第三方社区生态飞轮。一个好的工具如果仅靠官方研发，进化速度永远赶不上用户的多元需求，而它极其聪明地建立了一个全球开放社区。在社区里，数百万开发者 and 独立设计师每天都在自发，免费地提供海量的优秀界面模板和各种功能的插件，比如一键把设计稿导出为代码。
这些针对长尾需求的定制功能极大地提升了用户效率。更绝的是，它不需要公司自己掏1分钱研发费用，全球的聪明脑力都在自发帮它干活。这种由社区免费补齐需求的飞轮效应，形成了一张坚不可摧的生态大网。当把这4个护城河拼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它是华尔街大资金高低位切换时最不容忽视的香饽饽。它不仅解决了企业协作的效率痛点，更建立起了一道任何单一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短期内都根本无法击穿的物理壁垒。既然软件板块的底层逻辑如此强悍，那么我们要怎么在实际交易中落地，去抓住这一轮资金换手的财富机会？重点来了，大机构在建仓之前到底在沙盘上推演了些什么？这就是我们要穿透的第一个反常识真相，从大跌的表象看到系统性错杀的本质。如果你只看媒体的新闻，你一定会觉得软件行业要走向落幕了。但当我们把市场的情绪噪音全部剥离，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行业基本面的衰退，而是一场由流动性虹吸和情绪恐慌共同制造的极品黄金坑。当海量资金在芯片等硬件巨头身上赚得盆满钵满，交易极度拥挤，且高位溢价风险极高的时候，深度调整半年的软件板块，在性价比和赔率上已经达到了极佳的配置区间。大机构的动作从来不是感情用事，他们只会遵循冷冰冰的数据逻辑，往低估值和高确定性的地方调仓。而要证明软件端的人工智能商业化不是一句空话，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看它能不能转变为真金白银的经常性收入。我们前面提到的帕兰提尔 and 阿普洛夫，他们的财报已经彻底打响了软件端反击的第一枪，这在商业逻辑上非常像当年的互联网爆发。硬件基建是修好了公路，而这些应用端软件龙头则是第一批在公路上开通客运并开始大笔收钱的巴士，他们的利润来得比硬件端更持久更稳定。顺着这个逻辑，华尔街主力资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锁定在了这场变革中护城河最深的绝对主角，也就是刚刚在纽交所上市不久的软件巨人代号 Fig 的这家企业协作平台。如果你关注过它的资本路径，你会发现它的走势极其惊心动魄。在万众瞩目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由于市场对其估值过高的过度担忧，加上人工智能竞争带来的集体恐慌，它的股价在极短时间内从100元高位一路深度回撤到了22美元附近。很多缺乏专业审计能力的散户在这种大跌面前直接慌了手脚，以为它要破产，只能选择在最底部黯然离场。然而在华尔街顶级机构决策人的沙盘上，这却是一场千载难逢的定价偏差，是主力资金梦寐以求的低吸良机。主力资金在对它的数据底层进行穿透时发现，即便股价大幅回撤，它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营收依然实现了同比高达 46% 的强劲增长，单季度更是源源不断地创造了8900万美元的自由现金流。这说明它的基本盘根本没有变，它的人工智能变现策略在企业端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订阅粘性。所以股价的下行纯粹是由于早期投资机构的锁定期届满筹码释放，以及市场对新技术替代传统软件的集体误读。当它的估值泡沫被推倒重建，其市销率和市盈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它底层的生金能力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这种预期差就是暴利来源。大机构的聪明钱就是利用了散户在极度绝望时的恐慌情绪，在22美元附近的冰点位置不慌不忙地去收集那些被错杀的低价筹码。这并不是在赌博，而是一场胜率极大、安全边际极高、算计到骨子里的性价比套利。现在我们已经把行业的宏观反转和微观标的的底层逻辑分析得极其透彻了。接下来我们要从商业模式的纸上谈兵，正式切入到真金白银的交易执行中。我们要怎么在盘面上跟上主力调仓的脚步，去定制一套既能做好防御，又能博取爆发性收益的交易计划？重点来了，请听好接下来的操作细节。面对当前的市场格局，我们不仅要看清主力的调仓路线，更需要一套能让自己安全活下来，并且稳健盈利的防御策略。在这场软件股的重构浪潮中，普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克制住人性的贪婪，主动避开那些可能让你本金受损的深坑。第一个需要规避的雷区就是坚决不入高位拥挤的赛道。那些天天在媒体头条上刷屏，估值已经被炒到上百倍市盈率的硬件巨头，现在绝不是一个性价比高的入场时机。在这个位置进去，很容易在主力资金离场时沦为被动接盘的流动性。第二个雷区是要警惕那些只会高喊人工智能口号的虚假软件。
在这一轮反转行情中，许多没有核心技术壁垒的公司也会跟着蹭热度，在财报里讲一些宏大的故事。但我们要投，就必须投向我们今天分析的这家协作平台龙头这样拥有极高替换成本，且已经把人工智能转化为真金白银经常性收入的平台级巨头。那么针对我们的绝对主角代号为 Fig 的这家协作平台，具体的交易计划该如何落地？从目前的日线级别盘面来看，股价在经历大幅度的调整后，在22美元附近已经构筑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双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W 底反弹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股价已经成功放量突破了20日与50日均线的压制，这在技术分析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多头修正信号，说明下方的买盘力量已经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基于这个盘面，我为大家设计了2套互补的建仓策略。第一套是左侧逢低吸纳策略，如果市场短期出现震荡，股价再次回踩到前期双底支撑，也就是22美元附近时，这是一个确定性极高且空间极大的低吸位置，你可以分批建立第一笔试水仓位，拉平持仓成本。第二套是右侧顺势追入策略，如果多头力量非常强势，股价放量向上，直接突破了26美元的强阻力位，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上升趋势已经完全确立。这时候你可以顺势清仓追入，去把握主升浪的红利。但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入场，都必须牢记纪律。我们要将终极的防守位，也就是止损位置，严格设置在21美元附近。如果股价未来不幸跌破这个位置，说明下方的支撑结构已经被彻底破坏，我们必须坚决止损离场，保护本金安全。只要这个位置不破，我们就可以从容持有，博弈更广阔的上涨空间。最后，我想多说一句，美股水深，主力会玩。本期内容纯属我个人的数据分享和脑力激荡，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大家一定要捂紧口袋，对自己的钱包负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关于软件股反转和超级龙头的深度剖析能帮你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市场里看清一丝光亮，别忘了动动手指给这条视频点个赞，也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第一时间跟进全球资本市场最新的大资金动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免责声明，本视频所涉及的所有美股个股分析、行业趋势判断、技术面点位以及资金流向审计，均基于公开的市场财务报告及第三方披露数据进行推演，仅作为财经知识科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依据本视频内容做出的任何买入、卖出或持有决策，由此产生的所有盈利与亏损，均由投资者个人独立承担。